石进家破产那年，他被母亲逼着娶了我这个门当户对的大小姐。他错过了他最爱的女人，所以恨我。我家帮他家解决了所有债务，但石家东山再起的那天，石进却搂着白月光叫我去死。可他不知道，我真的快死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嫁给石进之前，我的人生一路顺风顺水，但自从嫁给他之后，我的磨难就开始来了。因为他不爱我，他娶我是因为石家要破产了。若不是5年前石家破产，被债主逼到走投无路，他一定会来退掉我这个娃娃亲，娶他在大学里认识的白月光赵云。结婚5年，我知道他不爱我，一直都知道，所以我处处谨小慎微，就害怕哪里惹他不快。但他还是对我冷眼相对，暴躁不耐烦。我只能寄希望于我的温柔隐忍能够感化他，然后他会爱上我。可惜5年了，他还是不愿意正眼看我。给石进做好爱心便当送去公司的路上，我的胃部一阵绞痛，他忙起来就跟不要命一样，经常忘了吃饭。我每天都会给他送饭，可这次胃部的剧痛让我整个人都开始发抖，手上的便当都拿不稳，咣当一下摔到了地上，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到医院了。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把我送到医院的，我的胃里还是一阵又一阵的绞痛。医生怜悯的眼神看着我，小姑娘，你是真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你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吗？我迷茫地摇了摇头。刚结婚那会我110斤，石进的白月光赵云却是一个纤细的瘦子，所以他一直很嫌弃我，经常说我胖。说这样的我，他连看一眼他觉得恶心。当时的我心都要碎了。我身高将近1.7米，110斤是很匀称的体重，但石进不喜欢，我只好减肥。这些年我坚持运动，每天都节食减肥，始终让自己的体重保持在90多斤。只是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精神越来越不好，身体越来越虚弱，还有时不时的胃疼。医生看着我摇了摇头，姑娘，你这不是普通的胃病，你是胃癌呀！年纪轻轻，你怎么就把自己的身体糟践成这样了呢？听到这几个字，我脑袋里嗡嗡的，胃部的痛像是排山倒海一般袭来。我得胃癌了吗？饶是再坚强，我的眼泪不受控地流了下来。医生，你是不是诊断错了？我才28岁，怎么会得胃癌呢？医生叹了一口气，我们确认了好几遍，不会有错的，你还是早点告诉你的家人吧。我像是丢了魂一样走出了医院，想了很久，我还是拿起手机，鼓起勇气给石进打了一个电话。喂，老公。石进接起了电话，语气依旧是一贯的不耐烦。又有什么事？我刚想说些什么，就被石进打断。我不是说了吗？在公司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再给我送什么便当了，我不喜欢吃。说完他就挂了电话，丝毫不想问我刚刚想说什么，仿佛我就是洪水猛兽，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得病一般。我眼泪滴到了化验单上，我抬头，强忍着胃部袭来的绞痛。医生说我最多还有6个月，我可能连明年的春天都看不到了。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变了天，豆大的雨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回了家里，别墅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一点烟火气。石进1年里回来的时间屈指可数，家里平时只有我一个人，仅有的几个佣人也被我打发走了。因为石进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有一次他回家看到从小照顾我的张妈，觉得我娇生惯养，十分厌恶。从那以后，我就辞退了所有的佣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只是嫌弃我娇生惯养，他是看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保姆，会想起自己为了挽救石家，被迫放弃了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正失神，我的闺蜜米可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月月，你知道吗？你老公的那个白月光赵云回来了。我在国贸看到他给赵云买首饰呢，你可得注意点。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难怪我给石进打电话时候，他的态度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不耐烦，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哪怕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可也无法去质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别的女人逛街，因为我是那个不被爱的人。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而不被爱的那个，就算去了，也是自取其辱罢了。或许我真的应该离开他了。正当我想收拾东西之际，石进回来了，身边还带着他的白月光赵云。老公，我下意识地改不掉称呼，刚喊出声，石进就不悦地看着我。都说了这个称呼很恶心，他眼里尽是厌恶。可能是想到接下来的要求，他语气软了些。从月，云云租的房子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云云就住这里了。你别欺负她。石进，你说什么？你要让她住进我家？我不敢相信这话是从石进嘴里说出来的。他明明有这么多套房子，随便让赵云住哪里都好，为什么非要来恶心我？住进我家里。赵云走上前茶里茶气，拉着我：姐姐，以后我们就住一起了，我们要好好相处，我才不是你姐姐。听到这句话，我瞬身恶寒。我甩开赵云的手，眼眶通红，看向石进。我不同意赵云搬进来。石进，你知道我今天去医院了吗？医生说我得胃癌了。什么？胃癌？石进先是惊了一下，然后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冷笑道：从月，你就算是想引起我注意，也不用说这么低劣的谎言吧。我告诉你，今天云云必须住在这里，你要是不同意，那你就滚出去。呵呵，这里究竟是谁的家？凭什么他一年不回来几次？一回来却想让别的女人占据我唯一的空间。我想跟他据理力争，可胃部的疼痛让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听见石进柔声跟赵云说话：云云，我带你去挑一间房间，你身体不好，你看看你喜欢住哪间？赵云指着了我和石进住的主卧。阿进，我可以住这间吗？石进待赵云如珠如宝，百般宠溺，自然是千依百顺。当然可以了，云云，你想住什么房间都可以。不行，我不同意。我强忍着疼痛说出最后的反抗。石进把他的白月光带回来就算了，居然还想住进我和他睡过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有我为数不多的珍贵回忆，我不可能让另一个女人毁掉我最后一点尊严和回忆。我还没话，赵云就红了眼眶，扯着石进的衣角：阿进，要不然换一间吧，姐姐好像不太愿意把这间房间给我，我可以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他楚楚可怜，好像我欺负了他一样。石进又怎么会让他自己心尖上的人受委屈？他怒瞪着我，不由分说给了我一巴掌。从月，你骗我得病就算了，现在居然还这么欺负云云。你别以为你们家帮了石家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家还是我石进说了算。云云，你放心住进去，我给你做主。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搂着赵云进了房间。我红着眼眶想去阻止，可身体里的疼痛仿佛要把我撕裂，只能眼睁睁看着赵云把我的东西丢到了垃圾桶里。
而石进只是宠溺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世间一切美好，而我是最丑恶的一般而已。晚上我一个人在客房里，抱膝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石进和赵云已经坐在餐桌上吃早饭了。石进很少在这里留宿的，可昨晚却为了赵云留在了我们所谓的家。原来他不是不喜欢这套房子，他只是不喜欢我。云云，好吃吗？看到我，石进喂了赵云一口白粥，深情地看着他。赵云仿佛挑衅一般地看了我一眼，随后笑得甜美，真好吃。阿进，你做的东西我都爱吃。石进从来没有给我做过饭，都是我5年如一日给他做爱心便当，给他送饭。原来石进他不是不会爱人，而是他不想爱我。我心里一痛，感觉胃部一阵翻江倒海，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噗，血甚至喷到了赵云脸上。阿进，他弄脏了你为我做的粥。赵云恶狠狠看着我，无比嫌弃。石进一惊，随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从月，你别装了，演戏也应该有个限度吧。他愤怒地站起，拽着我的手，你不就是嫉妒我爱的人是云云吗？我告诉你，这都是你活该。当初要不是你家非逼着我娶你，云云何至于出国？我们何至于5年没见过一面？我的职责在我耳边嗡嗡的。我艰难抬头，望着眼前这个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一瞬间有些陌生。我到底爱他什么呢？是他的恩将仇报，还是他对我无穷无尽的冷漠？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喜欢上这个邻家哥哥的。石进，我真的好难受，我的胃好疼。这时候的我已经没有力气跟石进分辨了。痛苦已经战胜了一切情感和理智，我只想，石进只是冷冷地看着我，别装了，从月，一大早你弄这出，不恶心吗？我没有骗人。我痛得连手抬不起来了，眼前的人影也渐渐地模糊了起来。我真的没有骗人。胃里一阵绞痛，我又喷出了一大口血，晕了过去。大脑最后的意识听到赵云在阴阳怪气地说，姐姐身体还真是和弹簧一样忽强忽弱，昨天还能那么有力气地跟我抢房间，现在居然晕过去了，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看不清石进的表情，只听到他厌恶的语气，云云说的对，从月你别装了。他甚至恶劣地用脚踹了我一脚，正正的就在胃部。我从麻木痛到清醒，只觉得胃部像吃了10个火球，痛到撕心裂肺。别装了行不行？从月你天天演戏又有什么用？我说了，不爱你就是不爱你，你赶紧给我起来，你再不起来我就跟你离婚。石进很喜欢用离婚来威胁我，因为他知道我爱他，离婚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命门。以往他要是说这个，我一定会很紧张地和他道歉，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没有一点力气了，只剩下痛。或许是我久久没有给他一点反应，石进才意识到不对劲，他赶紧蹲下来看我的情况。从月，从月，你到底怎么了？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睁开眼，从石进眼里见到了一抹从未有过的慌乱。他抱起我，一路疾驰来到了医院。我听见他紧张慌乱的声音：月月，月月，你怎么样？医生，医生，我老婆吐血了，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故事。石进慌张而害怕，仿佛是真的担心我这个妻子一样。这还是他第一次叫我月月，也是第一次在外人面前称呼我为老婆。医生给我用了药，暂时缓解了我的情况。我听见他和石进说，你老婆的病发现得太晚了，现在已经回天无力了，她最多还能活3个月。只有3个月了吗？我自嘲地笑了笑，昨天还能活6个月呢。
被石进和赵云遗弃，居然又缩短了3个月。石进听到这话，一脸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我老婆不可能会有事的，她身体明明那么好，怎么可能得胃癌？医生，你一定要治好她，无论多少钱我都愿意出。石进说着说着，眼眶都红了。我第一次看见他这般模样，一时间有些呆愣住了。石进到底是害怕我死了，他没办法跟我家里交代，还是真心爱我，不舍得我死？看见他为我紧张的那一刻，我很想相信是后者，可我还没有自欺欺人多久，赵云就来了。他手里拿着一碗鸡汤，娇娇弱弱走过来：“姐姐，你都不知道我刚刚多害怕，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你吐血的时候，我可担心你了。你快点喝鸡汤，这个鸡汤补身体最好了。”我不喜欢赵云，更不想见他。此刻的我也没有力气和他争辩，只把头偏向一边，不理会他。赵云却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放弃让我喝他的鸡汤。他把那碗油腻腻的鸡汤放到我的病床前，眼泛泪光：“姐姐，你是不是因为我和阿进的关系而讨厌我，对我有偏见，所以才不喝我的鸡汤？这可是我专门为你买的，你要是不喝，我会难过哭的。”赵云一哭，石进就忍不住心疼了：“月月，你就喝了吧，这是云云专门为你买的，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她不会害你的。”我看着那油腻腻的鸡汤，只觉得反胃，喉头又有一丝腥气。这汤太油腻了，我喝不了，我已经很难受了，连说话都有些费劲。可我说完之后，赵云居然大哭了起来：“姐姐，你就是讨厌我，才找借口不喝我的鸡汤的。我知道我招人讨厌，你在生气我抢了阿进。既然如此，我不如去跳江吧，再也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赵说着就要往外跑，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我本就难受的身体被这么一吵，就更加难受了。石进见却在我眼前轻声哄赵云：“云云乖，你别哭了，月月她没有讨厌你。”他搂着赵云，抬头看向我：“对吧，月月？”石进的恳求的目光，我实在拒绝不了。我也没有力气去讨厌一个人，去恨一个人了。我闭上眼睛叹了一口气：“赵云，你走吧。”赵云停下了哭声，坐到我床边：“姐姐，如果你原谅我了，那你喝了这个鸡汤吧，它真的很补。我这病也不是能补的。”可石进却端着鸡汤放到了我的嘴边，他从来没有这么温柔地对待过我。我强忍着恶心，把鸡汤给喝了下去。一瞬间，我的胃就翻江倒海了起来，我控制不止的干呕，呕出来的除了鸡汤，就是我胃里的血。石进顿时慌了，脸色大变，奔出去找医生。医生，我老婆又吐血了。医生急急忙忙地进来，看见我呕出来的鸡汤和血水，狠狠皱起了眉头：“你们怎么回事？她得了胃癌，你们还给她喝这么油腻的鸡汤，是不是怕她活得太长了，不能喝鸡汤吗？”阿进，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和给姐姐喝鸡汤是给她补身体的。我之前生病的时候，我妈妈都是给我炖鸡汤补身体。阿进，我是不是好心办坏事了？赵云矫揉造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看向我的眼神满是胜利者的姿态。你不知道，你连常识都没有吗？医生气急吼了他一声。赵云顿时害怕地躲到石进后面，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阿进，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只是想让姐姐补身体，我又没有得过癌症，我怎么知道这么多？赵云委屈的样子让我反胃的不行，我艰难地抬起头，自嘲一笑：“赵云，都这种时候了，你还在装？”阿进，赵云拉了一下石进的袖子，石进还是放不下他的白月光，明显石进是相信赵云的人。他看着我，狠狠地皱着眉头：“从月，
我看你得病了，我才可怜你照顾你。云云她生性善良，才会在你生病的时候给你带鸡汤，不然你这种拆散我们的恶女人，根本不值得云云善良对待。从月，给云云道歉。你要是不道歉的话，你就别想让我来照顾你了。石进说得很心，果然啊，刚刚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他才不会真觉得我是他老婆。他心心念念的还是从月这个白月光，其他事情我都忍，但看赵云这副明明陷害了我，却依旧装出一副无辜小白花的样子，简直把我恶心坏了。我不可能会道歉的。石进，你真的看不出来，你面前这个所谓善良懂事的白月光，其实就是一个恶毒心机女吗？我忍不住高声说道，但我的身体太虚了，高声说话的结果就是一个劲的咳嗽，甚至吐血。阿进，我没有。赵云仍旧一副装可怜的白莲花样，石进又怎么能忍我这么说赵云？他冲过来掐住我的下巴，恶狠狠地说道，从月，别以为你得了病，我刚刚对你态度好一点，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云云是我最重要的人，哪怕你死了也比不上他。你不道歉是吧？那你就自己扛着吧，我是不会再照顾你了。石进搂着赵云云走了，连眼神都不屑给我一个。赵云走之前还用得意的目光看向我，我甚至可以读出他眼里的想法。看吧，从月，你就算快死了又能怎么样？石进的心里还是我最重要。我忍不住又吐了一口血，我已经数不清我今天吐了多少血了。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了。医生告诉我没必要留在医院了，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的技术不可能治好我的病，不如让我回家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却一下自己的心愿。可是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让石进爱我，他真的会爱我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里就涌起了浓浓的绝望。石进不会爱我，他只爱赵云。但我还是选择回了家里，回了那个我和石进共同的家。至少那里有他的气息，至少那里有我们相处的痕迹。只是我没想到，我一打开门，居然看见石进和赵云在沙发上激吻，吻得难舍难分，不知天地为何物，甚至赵云的内衣都清晰可见。我忍不住自嘲地笑笑，我是不是就不该回来打扰他们俩的好事？他们郎情妾意，又是彼此的初恋，我又算什么呢？我就呆愣在那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是一脸的心如死灰。这时候石进发现了我，他有些慌张地停下了动作。从月，你怎么回来了？这里是我家，我不该回来吗？真是好笑。石进的慌张大抵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夫妻关系，他和赵云的这种行为无异于是婚内出轨，再加上刚刚得知了我生了大病，他自然慌张我见到这一切。可我知道，私下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这样发生了多少次。只有我是个傻子，傻傻的等着石进回心转意，傻傻的瞪着石进爱我。赵云并不慌张，他悠然自得地穿起了衣服，然后笑着说道：“姐姐，你看你现在生病了，也没用办法照顾阿进，就让我来帮你好好照顾他吧。”赵云故意把“照顾”两个字咬得很重，我冷笑了一声：“什么照顾？无非是照顾到了床上去，脏死了。”我忍不住说道：“石进和赵云脏死了，可是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痛？为什么这样的石进我还是舍不得离开他，甚至还回来自取其辱？姐姐，你怎么能说阿进脏呢？你这样也太忘恩负义了吧？要不是阿进送你去医院，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赵云茶里茶气地说道，他的嘴角勾出了一抹笑，似嘲似讽。赵云现在估计已经认定了我拿他没办法了，他仗着石进爱他，
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地陷害我。我说的不只是他，还有你，你们都脏得让我恶心。我嘴上说着最狠的话，心却碎成了一片又一片。要是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自己不爱石进，可是爱这种东西根本控制不住，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你心里了，你就没办法控制它生根发芽，肆意生长。所以我还是回来了。石进听到我的话，本来有些慌张的神情一瞬间变得有些阴狠，他看向我的眼神很冷漠，冷漠的仿佛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一样。他走到我的面前，冷声道：“你嫌我脏，你还回来干什么？从月，你不要忘记了，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爱你，是你一个劲地舔着我，说你爱我爱得要死。”石进是知道我的弱点的，他知道我最大的弱点就是爱他，所以他抓住了这个弱点，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羞辱我，不把我当人。石进，我是爱你，所以我才回来的，只是我没想到你真的一点都不尊重我，居然在我的婚房里和赵云干出这种事情来。我说的时候眼角都泛着泪花。我不奢求你爱我，但我希望你能把我放在妻子的位置上，哪怕只有那么一点尊重我也好啊。我说的已经极其卑微了，可是石进却冷笑了一声：“妻子，你不是不知道你自己妻子这个位置怎么来的吧？当初要不是你用手段分开了我和云云，我怎么可能会娶你？”石进一直在扎我的心，我也忍不住情绪上头，我哭喊着说道：“石进，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跟我结婚真的是因为赵云离开了吗？分明是因为你们石家破产了，需要我家的帮助。既然如此，你家接受了我家的帮助，你就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冠冕堂皇，跟个情圣一样。这么多年了，我终于把我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石进被我这些话刺痛了，他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从月，果然这些才是你的真心话，你根本就看不起我，觉得我石家是靠你们从家才东山再起的。你给我滚！我不需要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在我身边。我捂着脸含泪看着石进，可是他看我的眼里只有厌恶。他身后的赵云则是看笑话般的看着我，我看着面前的这两人，心如死灰，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不能再爱石进了，他根本不配得到我的爱，这爱只会让我受伤。我离开了我和石进的婚房，一瞬间我有些茫然无措，不知道去哪里。最后我还是选择回了自己家。自从我知道我得病之后，我就一直不敢回家，我生怕我爸妈知道了之后会伤心难过，我宁愿他们不要知道。但这时候我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想了想，我也唯有回家，只有家才是让我感到最安心的地方。我回到了家里，爸爸在国外出差，但妈妈很高兴。月月啊，自从你结婚之后都没怎么回来了，你今天回来，妈真是太高兴了。你等着妈，这就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肉羹。我看见妈妈兴高采烈给我做菜的样子，心不由得有些酸。我在石进那边受惯了委屈，我都差点忘记了我自己也曾经是爸妈捧在手掌心、千娇万宠的公主了。妈妈煮好了肉羹，给我端了出来。月月，你快尝尝，看看妈妈煮的肉羹好吃不？我吃了一口，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了下来。妈妈看见我流泪，瞬间慌张了起来。月月，你怎么哭了呀？是不是石进那小子让你受什么委屈了？我绝对饶不了他。石进是让我受了很多委屈，但我不想告诉妈妈，我不想让她担心。没有的事，就是太久没吃妈妈你做的菜，一时间有些难受，想哭。妈妈摸着我的头，笑着说道：“我的傻囡囡啊，想妈妈了就多回来。你就算是结婚了，也是妈妈心中的宝贝啊。”我吃完了肉羹，
晚上和妈妈一起睡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石进一直说我故意拆散了他和赵云，把赵云逼出国的事情，这是我根本没有干过。所以石进每次说的时候，我都是否认的。尽管石进并不相信，到底是什么让石进觉得是我逼走了赵云？该不会是我爸妈在暗中动的手吧？正好晚上我和妈妈一起睡，我就状似无意地跟他聊起了石进。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石进有个初恋情人叫赵云？后来我们两家订婚了，他就出国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出国吗？妈妈的记性不算太好，想了许久才想起来，赵云这么个人，是有这么一回事。妈妈回忆道，当初石太太本来就反对石进娶那个赵云，觉得赵云上不了台面。不过后来石家落魄了，她也就不反对了。那个赵云是自己出国的吧？他出国之后，我们两家才订的婚啊。我略微有些震惊地说道，居然是他自己出国的，他为什么要出国呀？妈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我的傻女儿，你从小就在象牙塔里长大，当然不懂得那些投机取巧的女人怎么想的。她无非是因为石家破产了，觉得石进没前途，才远走高飞的。不然，为什么之前柔情蜜意，破产之后突然就走了？原来是这样，竟然是这样，是赵云抛弃了石进。第二天一早，我就找人去调查了当初赵云到底是怎么出国的。他家里连小康都算不上，自己不可能有钱出国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石进才觉得是我家拿出钱逼赵云出国。我花了大价钱找的私家侦探自然给力，他几乎只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就查出来了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赵云当初和石在一起，除了喜欢石林对他好帅气以外，最重要的看上了石家的财产。石太太反对他们，他也非要去讨好石太太，为的就是嫁进石家的大门，当石家的少奶奶。可他没想到石太太还没有同意他们在一起，石家居然破产了。他可以忍受石太太的各种刁难，但他不能忍受石进是个穷鬼。所以赵云在得知石家破产的那一刻，立马联系了他之前的追求者，一个大腹便便、有老婆有孩子，但是家财万贯的土老板。他其实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土老板的老家给他当了3年的情妇，最后还被土老板的老婆和女儿发现，母女双双联手把赵云这个小三给赶了出去。赵云没人土老板养活，他奢靡的生活根本过不下去。这时候他却发现石进居然东山再起了，这才有赵云回来找石进这一出。看到这一切，我只想笑，笑着笑着我就哭了。多么可笑啊！石进宁愿爱这么一个人，都不愿意爱我。一瞬间，我急火攻心，当着妈妈的面，一口就这么喷了出来。我再次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则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床前还有我以泪洗面的妈妈。月月，你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妈妈？我伸手握住了妈妈的手。妈，别难过，我不告诉你就是怕你难过。这时候石进和赵云也赶来了，妈妈看见他就给了他一巴掌。石进，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女儿的吗？妈，我喊了一声，但是妈妈并没有停手，反而把赵云的资料扔到了石进的身上。你自己看看，你身边的这个女人是个什么货色，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为了这个女人一次次的欺负我女儿。石进看着那些资料，双手颤抖了起来。怎么会这样？资料上面赫然就是赵云消失的那3年发生的事情，还有赵云为了土老板打胎的记录。赵云发现事情败露，忍不住发抖。阿进，你听我解释，
这些都是他们母女合起伙来陷害我的。你要相信我呀！证据确凿。石进当然不会相信赵云，他反手就给了赵云一巴掌。贱人，你居然骗了我这么久，害我误会月月这么久，我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洗刷。但是我也已经不行了。我听到这句话后喷出了一口血，我不行了。妈妈和石进赶紧过来扶住我，妈妈大哭了起来。我苦命的女儿啊！石进也满脸是泪，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月月，我求求你，你不要死，我要你留在我的身边，我还要好好爱你。石进，我真的很想让你爱我，可惜呀，你的爱意实在是太晚了。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大厂面试时，竞争对手骄傲不已。我老婆是全职太太，我无家庭后顾之忧。看到他老婆给他送便当，我惊呆了。操，这不是我省吃俭用资助了8年的女生吗？我在3语资助平台里的受助人资料照片仔细比对，确信我没认错。对面那个依偎在男人怀里撒娇卖吃的女孩，正是我资助了8年的大学生。点开微信里备注为李莹的头像，给她发信息：你上个月说想2战考研，现在在备考吗？抬眼，依偎在男人怀里的她接到信息，流露出满脸不耐，但还是戳了几下键盘。我背书需要专注，没什么事的话少给我发信息哈，生活费跟之前一样打我卡里就行。比心。冒着粉红爱心的兔子比心表情包，在欺骗的前提下格外刺眼，我心中的火气腾了起来。明明已经嫁了人，还撒谎假借考研朝我要钱，当我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大学4年我省吃俭用兼职打工，每月定时给他汇款，是为了他给别人当全职太太的。我明明是因为看他坚强有上进心，才咬牙决定把她当作妹妹资助，给她一个圆梦的机会。幸亏资助平台对资助者的资料保密，所以李莹没有认出我。我3两步跨到李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哟，赵祥虎，你老婆很漂亮啊，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哈！当然。赵祥虎将李莹的腰一搂，眼神里的炫耀和挑衅只差甩我脸上了。我老婆李莹，从台大的高材生，现在做全职太太，重心都放在我身上，体贴又温柔，跟你这种在面试时对天对地的母老虎可不一样。我和赵祥虎面试的是游戏公司副总，入职后年薪100万。我就可以资助更多女孩子改变命运，因此我对面试准备的极为认真。却万万没想到，我的所有能力点数都高赵祥虎2分，但他因为有全职太太无后顾之忧这一条，附加分居然最后算下来比我高0.1分。我当场炸锅，跟面试官辩论1个小时，终于变成我们2人同时入职，试岗6个月，以实力说话。6个月后，要么他走，要么我走。李莹显然知道我跟赵祥虎的竞争关系，他上下打量我一眼，露出个不屑的笑。女人啊，跟男人争什么工作？扶为妻纲懂不懂？到最后还不是要嫁给男人？有这气力，还不如学着好好打扮自己。看你那土样，这话简直是把我资助他学费和生活费的事当成了个笑话。我冷眼看着转头找赵祥虎求表扬的李莹，压抑不住冷笑出声：大清不是亡了吗？这种封建思想怎么还存在这个世界？脑子被门夹了，还是给驴踢了？要不要我免费帮你开炉抽个水呀？李莹眼眶一红，依偎着赵祥虎，娇滴滴开口：老公，他欺负我。赵祥虎一拍桌子：任敏，
你对我老婆算什么本事？有能耐6个月后你留在公司啊？留在公司就算有能耐了。我冷笑，倒是要让赵祥虎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有能耐。我和我的钱都受到了侮辱，再和他们多说一句，都是对我20年思想教育学习的不敬。我甩头走人。回家后，我咨询了律师。根据民法总则第316条规定，慈善捐赠、社会捐赠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捐赠，捐赠人可以追回捐赠财产。但是我通过平台确认资助他没多久后，他跟我诉苦，在农村要去平台指定的银行开证明，取钱很麻烦，所以从那以后，我直接用微信给他转的钱。现在想想，从那时起他就已经算计一切了，是我憨批，只是因为她是妹妹，就放低了对她的警惕。满腔怒火的我全发泄在了入职后的第一个游戏任务上，毕竟是游戏公司的副总，年薪100万，必须得拿出实力说话。赵祥虎倒是忙着熟悉同事，嬉皮笑脸的跟人拉拢关系。李莹每天中午准时给赵祥虎送便当，顺带给同事们给些零食。同事们都很羡慕赵祥虎，有那么漂亮又体贴的全职太太。还是全职太太，说直白点，就是无业家庭主妇，吃喝都得仰仗男人脸色。李莹的笑容一僵，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很快她就调整好表情，回我：他是我老公，我爱他，所以我愿意牺牲我的前途，支持他的事业。这有什么不对？你怕是因为没有人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很好，我给的学费他都用来学会了伶牙俐齿怎么对人上。那请问，你想当全职太太，你随便考个学校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考从台大学？我是从台大学本硕连读毕业的，我资助李莹也是因为看到她想考从台大学电子系，那种微妙的联系让我在100来个待资助者中选择了她，因为含金量高啊。李莹回答得很是理所当然，有了这样的学历，被男人选择的时候才会更有优势啊。你特么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奋斗20年的学习成果是为了被男人挑选？老子的钱早知道就该拿去喂狗，难怪读书的时候他要给我留下努力自强的形象，主动去攻读最难的科目，原来是为了嫁个条件好的男人。那他知不知道，因为他的欺骗抢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机会？那个女孩她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独立自主去看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更可悲的是，她把自己当成了什么？当成夜总会里被男人挑选的玩物，还是那些有钱就能发泄的工具？李莹，我怒极反笑，盯着她开口：你可真贱啊，处心积虑的算计，就不怕自己最后落得一场空吗？卑劣的人不以卑劣为耻，反倒是以此为荣。你说谁贱？李莹怒极，朝我扑了过来。我不甘落后的反扑。从这天起，我跟赵祥虎和李莹的关系水火不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我埋头苦做自己的任务，他们夫妻照旧拉关系秀恩爱，然后再由自愿加班的赵祥虎展示有全职太太的省心。我最近连续加班到10点，回去那么早干嘛？又不用洗碗做家务，还不用带娃，那些都是我老婆在做。主管听了这话，随意点点头，让他好好做。赵祥虎昂首挺胸地从我肩侧撞过，我直接反踹他一脚。走路不长眼睛啊！赵祥虎趁机停在我的屏幕前偷看，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即将完成任务。而赵祥虎本来面试时能力就不如我，最近这阵子更是上蹿下跳，从没认真做过任务。
我唯恐赵祥虎做什么幺蛾子，对电脑看得很紧。可没想到，临到交任务的前一天，还是出事了。那天中午，主管出差的资料落在了公司，人却已经到了机场，打电话让我送去。我带着资料出公司门时，和来送便当的李莹擦肩而过，她还抱着个2、3岁大的女孩。等我从机场再回到公司时，我的工位上一片狼藉，翻倒的咖啡泼在键盘、屏幕上，所有的纸质资料被浸透成褐色，座椅软垫上的咖啡液也阴成一滩。我急忙检查主机，却发现已经无法启动。赵祥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啊，徐乔，你回来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女儿还小，一不小心打翻了你的杯子，电脑我会负责赔偿的，你不会跟小孩子计较的吧？”我早就知道他不会这么善罢甘休，原以为他能干出什么恶心人的事儿，合着只是让孩子弄坏了我的电脑，他该不会以为我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吧？我反手把杯子砸向了他，我计较。赵祥虎被我砸得额头渗血。任敏，你这是故意伤人，我要报警，报就报。赵祥虎只是叫嚣着，根本就不敢真的报警，反而是我以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为名报了警，要求赵祥虎和李莹替他们的孩子赔偿公司电脑以及我半个月来做的代码的精神损失。夫妻2人一口咬定是孩子调皮不小心，向警察求情。我直接告诉警察，这夫妻2人都是计算机系，不会不知道电子设备对我们这行的重要性，他们就是故意的，想让我的数据丢失，导致本次的任务交不上，从而影响。警察极其公正严谨，在从同事们那了解了我们间的矛盾后，调取监控，最后判定赵祥虎夫妻2人没有照管好自己的孩子，导致财物损坏，需要赔偿，否则就要对他们罚款和拘留。赵祥虎极其不情愿地签了和解书，给我转了3万块，我给公司采购部交了2万，申领到1台新电脑。赵祥虎看着我装新电脑，阴阳怪气地开口：“徐巧，咱们都是同事，真希望你能按时交上任务呢。可惜，就算是神仙，剩下的这2天也做不出来新东西了。有没有人说过，你这种自作聪明的样子真的令人恶心？”我抽空白了他一眼：“谁告诉你我的任务数据全丢失了？难道没丢？”赵祥虎不可置信：“我明明看到你出去时屏幕还在跑代码测试。不好意思，我忘了你不是从台大学毕业。”我点点身边的硬盘：“回去问问你老婆，是不是忘了老师开学第1课讲的东西？备份完了再跑测试才是王道。”赵祥虎脸色大变，脚步踉跄地走了。我和赵祥虎按时提交任务。1天后，主管通知以我的设计为主，赵祥虎的设计先入库备用，也就是我胜他一筹。砰！赵祥虎一脸不服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轻蔑开口：“你是不是耍了什么手段？我一个男人怎么可能输给你个女人？能力才是护身符，自己能力不足就怪性别，合着你不是你妈生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冷嘲回去。赵祥虎面目扭曲地回了自己的位置，阴恻恻地看了我一眼：“任敏，这次是我输了，但是你要知道，你一个女人跟我斗，肯定会斗不过我，会有另一个女人因为你承担这次的责任。”我心底一咯噔，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会有另一个女人替我承担责任？他身边除了李莹还能有谁？难道他要对李莹做什么？我的心瞬间揪了起来，可转瞬就为自己的担心感到可笑。李莹都不在意这些，我在意什么？
反而是赵祥虎。经过这次失败，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一定有别的计谋在等着我，但我绝对不会束手就擒。隔日，李莹没有来给赵祥虎送便当，我却收到他的微信消息：姐姐，我想报一个政治考研班，你能不能这个月多给我一些钱？我毫不犹豫：可以，但是你报班的发票必须给我，并且你每天上完课必须抽哪怕5分钟给我拍下你做的笔记和刷题资料。考研背诵要专心，每天汇报很麻烦。再说以前也没要发票啊，有必要吗？我冷笑一声，第一次给他甩语音条，当然有必要啊，不然资助了8年的人已经变成男人的附属品，我却还被蒙在鼓里，不觉得太恶心了吗？这句话发出后，屏幕对面的李莹跟死了般不再回复，我也懒得再发消息看自己是不是被他拉黑了。第一个任务被我取胜，赵祥虎跟打了鸡血一样，天天蹲公司。我踩点上班的时候，他已经在了；我下班踩点走，他还在。有几次我在他工位后看到了个简易的支架床，看到他这样，我心里一紧，得把公司电脑加密加锁，再放几个迷惑程序和代码，免得他又出阴招。我再在公司看到李莹，已经是2周后，她戴着夸张的墨镜，穿着吊带长裙，配一件宽大的披风，有些不伦不类。走过我身边时，她明显加快了几步。跑什么呀？被我资助过这事儿又不丑，现在和男人结婚了，连孩子都有了，不该给我还钱了吗？以八卦为己任的同事们早就捧着饭碗，个个伸长了耳朵。我不能辜负他们，不是？这话说的，你资助他是你自愿的事，又不是贷款，就没有还钱这一说。赵祥虎勾着李莹的肩头，很是得意。我还得感谢你的好心，让我捡到个这么大的便宜。李莹也笑了，就是我还得感谢姐姐让我读书，让我有了认识祥虎的机会。说的好像我是给他们牵线的媒人一样。我很生气，更让我生气的是，李莹一脸不屑：人民，你是不是想把资助的钱要回来？给出去的东西还要回去，你要不要脸？比得上你不要脸，以当家庭主妇为荣是吧？就没想过，万一有一天你男人不要你，你会怎么办？李莹恼羞成怒，大声反驳：不可能，赵祥虎不可能抛弃我，是吗？我好整以暇地扯开嘴角，等着看李莹被抛弃的那一天。但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快。李莹眼底闪过心虚，反驳我也就算了，还下意识地抓紧不合身的外套。我觉得不对劲儿，一把拽住他的披肩，用力一扯，他身上深深浅浅的淤紫伤痕暴露出来，是被家暴的痕迹。还给我！李莹手忙脚乱地抢回披肩，裹在了身上。这是我不小心摔下了楼，万万没想到，这就是赵祥虎说的承担责任。他真不是个东西。而李莹居然到这种时候还在维护赵祥虎，真是没救了。从他踏进公司不取下墨镜这点就让我感到奇怪，再加上他从身边过时，我闻到了红花油的味道。莹莹，你先回去休息吧。赵祥虎眉眼阴沉地盯着我，我劝你不要惹怒一个男人。他这威胁给我整笑了。怎么？男人有什么不能惹怒的？你无论对我做什么，你是觉得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还是不相信警察的威信？1月后，我知道了，男人能使阴招。我面无表情看着由赵祥虎编写的小游戏程序被提出进行可行性推定，而我的程序因最终呈现的风格不符被毙掉。可下发的程序要求说明，明明是我做的比较接近才对。我去找了主管，要求给个说明。主管极其隐晦，
是程序客户突然临时变卦，指定要赵祥虎的，不是你做的不好。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李莹发了朋友圈，还艾特提醒我看，文字是能力再强有什么用？随便交际一下就能改变一个决定。配图是他陪几个女人吃饭的场景，之所以看得出来他是陪客，是因为红酒在他手边，职场隐性规则之一，饭桌上地位最低，需要时时起身倒酒的人手边才会有酒。我翻出客户公司的名称，查了查，对接主管之一的爱人就在这张照片里。李莹给我发了信息，看，读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靠关系。任敏，我要让你看看，女人书读得再好也没用，只有依附男人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我按灭手机，冷笑一声，是吗？那我就要让他看看他依仗的男人是怎么败在我的手下。赵祥虎的胜利让他嘚瑟了好久，还请客同事们出去吃饭。李莹也带着小蛋糕，每个同事分了一份。除了我懒得理他们这些幼稚的伎俩，重新把被毙掉的游戏程序完善、更改核心，重新测试后，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与此同时，2次任务，我和赵祥虎一人一个的小游戏程序也都正式上线。因为这2个小游戏都是为公司正在筹划的大型游戏搭桥模式测试，所以我们都会跟进，实时监测玩家的行为和反馈。我们组的同事开启修仙加班模式，在公司里吃住，24小时轮换守着，代码拉大数据分析，所有人都紧张不已。上线前2天，宣发组合广告投放拉来的点测用户跟我们预想的一样，留下了约 60% 的玩家。我和赵祥虎的留存率不相上下，接下来就是拼核心内容和体验感了。一开始我们的用户增长率相差不过2%，但差不多1个月之后，我的小游戏用户增长率比赵祥虎高了10个百分点，玩家们在游戏内的聊天和各大平台有关我游戏的讨论度也增长极快。主管高兴地给全组人买了咖啡，还当着大家的面拍了我的肩，好好干，你留下后得好好犒劳你。人群里的赵祥虎脸色难看，但还得手不停歇地修复着他游戏里的 bug。这晚来送宵夜探班的李莹和赵祥虎在天台上待了很长时间。临走时，我感觉李莹看了我一眼，我有预感，这白眼狼又要咬我了。果然，几天后，突然有大量关于安装了我的游戏后手机信息被读取，还会莫名其妙唤起其他软件的帖子，开始在各大平台冒头。回复和评论区出奇的一致，都是在贬低我而推赵祥虎的游戏。这一看就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我轻而易举地登录网址，找到了发帖人，还真是不出我的意料，这个发帖人和我渊源颇深，而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赵祥虎胜我一筹。真是笑死，他该不会以为这样的策略真的有用吧？是时候让他看看职场女性真正的力量了，真是让人感动。给李莹交了8年的学费，4年的从台大学电子系，居然就让她学会了这么小儿科的拉踩方式。可惜了，这可不是娱乐圈划水，这里是凭实力说话的 IT 界，她太嫩了，我嗤之以鼻，随手编了个程序，和他操控水军号的方式一样，在他所有的帖子下都打上恶意竞争的标志，然后赞成热评，再用几个大号将小游戏通过审查获批的文件截图贴在所有帖子后，证明我的小游戏依法依规。至于唤起其他软件，
我用自己经营了4年的从台大学电子系学姐的号科普会有哪些软件想要偷的权限，还贴心地放上一段筛查代码，供网友自己下载检查筛选。多管齐下，热度点被其他大 V 抓住，他们以测评的形式来试玩，比较我和赵祥虎的游戏，反而帮我免费推广了一波。李莹辛辛苦苦操控的几天时间里，我的游戏不仅口碑没崩，反而用户率比赵祥虎多了近20个百分点。最初阶段的跟监结束后，主管组了个饭局表扬我，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端着酒朝赵祥虎举杯，替我谢谢你老婆，要不是她，我的用户率短时间内肯定没有这么多。赵祥虎没有喝我的酒，他砸了碗走了。这天以后，我再没看见过李莹来给赵祥虎送便当，他们之前的恩爱好像就不存在一般。有同事多嘴问赵祥虎怎么没看见李莹了，赵祥虎说孩子生病，李莹在家照顾孩子。可是我明明昨天还在市中心的某餐厅外见过穿着小短裙的李莹。他孩子得的是要妈妈浓妆艳抹去餐厅吃饭的病吗？20来天后，李莹又在公司出现了。她弓着身子给赵祥虎摆好餐具，满脸期待地看着赵祥虎一口一口吃下去。那份红艳油亮的便当香味勾人，好几个同事都小声羡慕想尝尝。赵祥虎却越吃越皱眉，最后摔了筷子，难吃。李莹一脸的卑微和讨好，那你喜欢什么？我下次再给你做。赵祥虎斜愣眼看着我，你能帮我把人民搞掉？李莹咬着唇偷偷看我，我光明正大的瞪回去。怎么知道赢不了，现在准备耍这些花招了？赵祥虎老神在在，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你？任敏，你一个女人，还是赶紧找个男人嫁了回家生孩子吧，这职场还是我们男人说了算。我知道赵祥虎会有别的险招对付我，来就来，我不怕。试岗6个月到现在只剩下2个多月了，我和赵祥虎接手的任务点越来越多，也都越来越急着完成。这段时间大大小小的任务，我的完成度高于他，但从客户反馈的总体来看，他的程序的评价比我高一点点。我看着市场部发回的反馈，总觉得和李莹脱不开干系，但无法验证。突然，主管告诉我们，不久后会有人资部和技术部的专家共同进驻我们组，全面考察我们的能力。赵祥虎贴着主管问东问西，会议结束后带着手机躲到了走廊里。我正好要去隔壁拿资料，从他身后一晃而过，去买几条烟还有酒。看来赵祥虎又想用他所谓的男人的方式跟考核专家套近乎，我当然不能让他得逞，直接一封匿名举报有人以不正当手段竞争的邮件丢给公司上下的部门主管。主管心里明镜似的把赵祥虎喊去谈了话。考核组专家到来时，接待任务由我和赵祥虎共同完成，以便我们相互监督。因为监督这事，我迫不得已每天中午跟专家们和赵祥虎夫妻2人一起吃饭。赵祥虎舔着脸堆着笑，极力夸赞李莹的饭菜做得好，特意给专家们多带了一份，请他们赏脸尝尝。我老公一直跟我说，专家们都是仪表堂堂、英俊潇洒呢，这是他特意交代了，让我去挑选的上好的食材做的，又鲜又嫩，您几位尝尝。李莹娇笑着，扫过我的眼神中带着愤怒、仇恨和势在必得。我冷眼看着专家们谈笑风生地吃着李莹的菜，然后对她的菜和她的样貌、穿衣、性格评头论足。赵祥虎随声附和着，
李莹陪笑也附和着。我突然就看清了，这些专家和赵祥虎本质上差不了多少。我吃饱了，你们慢聊。我端着饭离开了他们，心里对试岗期留下这件事没有了执念。接受赵祥虎夫妻二人的攀附的考核专家，已经能让我窥探到这个公司的上层可能就是赵祥虎的翻版，看不起女性，以自我为中心。这里不是我能发挥才干的地方，只会阻挡我的事业。我必须尽快想办法另谋出路。但我没想到，赵祥虎和李莹比我想象中的更无耻。他们对我的针对，随着考核日期的临近，更加突破下限。我认清了这个公司的现实，但不代表我会消极工作。毕竟不能让赵祥虎和李莹如此嚣张得意。我开始疯狂工作，将每一个经我手的阶段程序做到最好，质量和数量我都要稳压赵祥虎一头。等考核期还剩下最后半个月时，我的程序由市场部反馈来的评价已经在全公司都排得上号，而赵祥虎却不急不慢，手上的任务没做几个，却以一种自己绝对会留下来的态度开始跟同事们相处，甚至还敢使唤新来的实习生小妹妹给他去跑腿送资料。实习生小妹妹满脸为难，可是我自己的工作还……哎呀，就几分钟的事，让你做事是锻炼你，怎么能不把前辈放在眼里？赵祥虎说着，就要把那一堆超重的资料压在实习生的手里。啪！被我拍掉的资料散落一地。我顶着赵祥虎凶恶的眼神开口：“既然知道只要几分钟，你自己去做呀，没长腿呀！”被我当着全组同事下了面子，赵祥虎彻底爆了。他把剩下的资料一砸，冲我大吼：“我管教新人关你屁事！还有1个月就要被赶出去的人，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管教新人，你好大的脸啊！楼下那丢的井盖子不用找了，直接把你的脸安进去，绝对合适。”我挑眉，看起来你对自己留下的事很有把握呀，可是你的程序质量明明不如我。哈！赵祥虎被我气到上头，完全没意识到我在套他的话。这年头，关系才是硬道理。像你这种死心眼的老实人，怎么能抢过我？况且我还脸……说到这，赵祥虎突然卡住，气到凸出来的眼珠子重新转动，把剩下的话吞了下去，恨恨地看了我一眼，走了。面前满地的资料，我没准备给他收，也不想让身后的实习生收，于是转过头准备安抚实习生，让他先走。结果我刚转身，实习生已经凑到了我的耳边：“任姐姐，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惊讶抬眼，他尚且稚嫩的脸上满是憧憬和激动。我有些疑惑：“你是谁？”“任姐姐，我是小溪，你在5年前给我捐过钱的。”小溪，5年前，我想起来，5年前拿到比赛的奖金，除了李莹外，还资助了一个女孩。没想到她居然找到了我，并跟随我考进了这家公司。我有些失语。一个是我连续8年不间断资助的人，一个是只得到过我1次偶然资助的人，一个将学业看作攀附男人的资本，一个执拗的生长，将学业化成自身的养分，向我努力追赶着我。对比起小溪，李莹更加不堪了。小溪没有察觉到我心思的波动，她反而神秘兮兮地拉我说：“我看到赵祥虎老婆和公司负责考核你和赵祥虎的专家去了酒店，下班后，我按小溪写的酒店名称和地址找到了市中心。让我惊讶的是，这家酒店居然就在我上次看见李莹的那家餐厅附近。我找了个咖啡厅进去，落地窗前正好能同时看见那家餐厅和酒店。
天色渐暗，正是吃饭的时候。我等了不过10分钟，穿着亮色抹胸吊带裙的李莹挽着一个男人进了餐厅。我跟了上去，在他们的座位后坐下。感谢你支持我老公的游戏啦，这杯酒我敬你。今天晚上不行，下次再约。李莹的声音断续传来，还夹着娇嗔和嬉笑。我回想着男人的长相，调出前几个任务的对接客户资料，找到了男人的相片。赵祥虎居然让李莹陪客户，所以这才是我做的东西市场反馈优秀，却客户反馈评价比赵祥虎低的原因。真他妈下头，太下头了！这都已经不算恶性竞争了，这是纯粹卖李莹求事业了。而李莹居然还帮着赵祥虎，我此刻真的好想掰开他脑子看看都装了些什么。我8年的学费，20几年老师们的思想教育都填不满脑子里的坑吗？他们差不多吃了1个小时，那男人结账后离开，李莹去厕所补了个妆，然后走到了酒店门口。我依旧看着他。半小时后，考核我和赵祥虎的专家之一出现，李莹笑着跑上前去，专家伸手揉了一把李莹的臀侧，两人搂着走向酒店。1小时后，专家神清气爽地离开。我从消防通道走出来，靠在了门边。李莹披散着头发出来时，吓了一跳。啊，你怎么在这？我们谈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李莹想要从我身边跑过，我亮出手机里她和那男人的背影。如果你不想你跟男人吃饭开房的事被爆出去，影响赵祥虎在公司的形象的话，就站住。李莹站住了脚，她回头满脸嫌恶地看着我。谈什么？李莹，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用自己换赵祥虎的事业，不，还不能说事业，就仅仅是赢过我留在那个公司，你觉得值得吗？我真的很恨他，但是同为女人，我想最后努力一次拯救他。李莹面目狰狞。赵祥虎说了，我只要帮他，他就会一直对我好。等他留在公司了，不到1年就可以攒一笔钱带我去旅游，换大房子。啊，对，说起来，你还没有买房子吧？李莹突然昂起头来，脸上展现得意的神情。你说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我在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里，住着100来平的房子，没有贷款，不操心吃喝，这些都是赵祥虎带给我的。我看着他，我可以自己工作，自己买房。所以你得到人老珠黄了，才能有自己的房子，而我只是和赵祥虎结婚，就拥有了你要奋斗30年的东西。奉劝你，还是趁年轻，赶快找人嫁了吧。李莹炫耀的神情让我知道我拯救不了她，于是转身想离开。她在我身后喊：你说了谈完就保密的。我当然会保密，因为你自己踏上了毁灭的道路。同时，我也期待当李莹陪睡专家曝光那一天，赵祥虎这个老公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半个月后，考核专家组宣布赵祥虎能留下。赵祥虎在办公室里欢呼激动，请全组的人吃饭，同事让他把老婆喊着一起去。赵祥虎的眼神暗了暗，嘴角的笑勉强了几分。我老婆最近不舒服，就不喊她了。我收拾完自己的东西，走出办公室，主管很可惜地拍拍我的肩，说其实应该是我的成绩更好，但不知为什么专家们坚持让赵祥虎留下。我回眸瞟到赵祥虎对着手机笑得暧昧，好戏还在后头。我再见到李莹是2个月后，她形容憔悴地站在我新公司楼下，哭嚎着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他劈腿的事？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就还是他的好妻子，我就不会被他抛弃了。保安在一旁用眼神问我要不要帮忙。
我摇摇头，李莹，就算我不告诉你，你自己也会撞到的。因为赵祥虎留在那个公司后，已经毫无顾忌，所有人都知道了。不然，你以为他们的亲密照，我一个外人是怎么得到的？当然是小西给我拍的。他本来想跟我一起走，但是我建议他，既然已经得到了实习名额和补贴，就别浪费，在那里好好学习。只是遇到不公平的事，不要怕，直接刚。小西一个劲点头，说会好好提升自我，以后想来跟着我做项目。从我离职后，赵祥虎再也没有让李莹去公司过，却和设计部的一个女生关系亲密。小西拍了几张照过来，她挑选的角度恰好能让人想入非非。我转头甩给了李莹的微信，然后把她删除拉黑。小西第二天疯狂戳我，告诉我李莹闯进公司，正好看到赵祥虎和设计部的女生互喂甜食，要打起来了。我接通他开的视频，看完了整场李莹质问赵祥虎，却被赵祥虎羞辱他已经不干净的大戏。李莹闹了一整场的后果是赵祥虎提出离婚，让李莹带着孩子滚。设计部的女生捂嘴笑看着发疯哀求赵祥虎不离婚的李莹，说出了和我一样的话，真贱啊！我居高临下的看着毫不反思的李莹，勾起讽刺的笑。他的房子，你有分到1毛钱吗？赵祥虎的婚前财产，李莹怎么可能拿得到钱？他以为有了男人就是有了靠山，以为听赵祥虎的话，忍受家暴和驱使，赵祥虎就会一直对他好。但是男人都是自私的，李莹被他家暴，为了他出卖身体，他却嫌他脏甩了他，就连孩子也能不要，真可怜。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能够从台大学毕业，就已经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认可，而他却弃之不用，只想着取悦男人。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我甩开李莹，抓着我的手，喊了保安，麻烦以后不要让他靠近这里。保安立刻应声，好的，任主管。离职后，我本想休息后再找工作，但意外的是，之前卖掉的程序客户找上门来，说想挖我去他们公司。我简单查了下，发现是比大厂更好的公司。于是我接受了面试邀请，那个卖掉的程序成了我还没入职就已经被公司看好的敲门砖。他们给了我丰厚的待遇和最大的支持，希望由我领导团队。于是我入职就成了主管。在踏进公司前，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对着正被保安拉扯的李莹说，放心，赵祥虎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不用感激我。我正在开发的程序和赵祥虎依旧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已经没有胜算了。我们团队每个人的兢兢业业，互相配合，完全碾压由赵祥虎这样的人组成的公司。他们每一条想发展的路都被我盯死，按着他们的头用实力摩擦。半年后，小西说赵祥虎因为每一项目都被我压死，被公司开除了，而他则被我挖了过来，作为我团队的核心成员培养。小西非常努力，他怀抱着一颗努力的心，向一切能够接触到的人学习。他谦虚好学，与人为善的性格很快和我的团队打成一片。他又凭自己独特的想法和创意被客户认可，甚至引起了社会上短暂的热点潮流。部门领导让我好好培养小西，他的创意会在他能力精进后，说不定是开创电子产业一次新的契机。小西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表达了感谢。最后他站在我面前，递给我一张红色的纸，眼含热泪。我接过一看，是3个面庞灰黑稚嫩的少女的照片。
他们穿着一件印有谢谢任姐姐的纯白 T 恤，比出了爱心。姐姐，我以你的名义资助了这3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他们善良懂事，已经有希望考进城里的中学了。晚风夕阳映照在小溪身后，我却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光。我被李莹刺痛的心，在这一刻得到了救赎。原来温暖的善良传递，也会有温暖的人向你奔跑。后记：我翘腿看着人事部呈上来的写着赵祥虎大名的简历，丢进了垃圾桶。赵祥虎不甘心，又投来过几次简历。我终于同意面试他。当他看见面试官是我时，宛如生吞了一只苍蝇一般恶心。我问他，请问赵先生对于工作和家庭是怎么平衡的呢？现在还有全职太太供你驱使吗？他没有，因为设计部的女生是我走之前花钱拜托的。他也讨厌渣男。我们顺利点爆了李莹和赵祥虎，然后他就甩了赵祥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